在这节课中，咱们还是一起来讨论 DeepSeek 辅助 Blender， 解放双手，提高产能。这段代码是一个 Blender 插件，执行后在 3D 视图单击 Q， 可以弹出一个饼图菜单，点击创建，可以在原点生成30个不同颜色的立方体。点击位置，可以随机摆放它们的位置。点击缩放、旋转，可以得到一个随机的大小与角度。点击颜色，可以随机改变它们的颜色。它不是我写出来的，而是和 DeepSeek 聊出来的。接下来演示一下这段代码的开发过程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。新建场景，切换到脚本工作区，模板菜单 Python， 这些模板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开发，直接复用，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在这儿有一个 UI Py Menu， 复制，打开浏览器，输入元宝.tencent.com， 腾讯元宝，因为它已经完全接入满血版的 DeepSeek 2.1， 并且免费使用。在下边这儿切换到 DeepSeek， Ctrl V 粘贴，把刚刚那段代码粘贴到这里，并输入简单描述一下功能。关闭这里的深度思考，回车，等待一下结果。功能总结，这段代码创建了一个派菜单，允许用户在 Blender 的编辑模式下快速切换选择模式，顶点、边、面。当脚本运行时，派菜单会立即弹出，用户可以通过点击菜单的不同部分来切换选择模式。可以点击上边这里的播放按钮来执行这段代码。这里弹出了3个按钮，但是它们是灰色的，这是因为当前的交互模式是物体模式。将光标移动到 3D 视图，切换到编辑模式，再次将光标放在文本区，使用快捷键 Alt-P 也可以执行这段代码，然后可以在不同的模式间进行切换。但是当光标悬浮在 3D 视图时，却不能执行代码。打开浏览器，开始聊。添加快捷键 Q， 可以在 3D 视图执行。回车，等待一下结果。下边的功能说明就没有必要了，点击这里的停止回答，复制这段代码，拽出一个新窗口，新建文本 Ctrl V 粘贴，执行。把光标悬浮在 3D 视图，单击 Q， 完美。此时我们已经可以在 3D 视图中调用这个饼图菜单了。继续聊，输入 Blender Python， 删除场景所有对象，创建30个不同颜色的立方体。
等待结果。好了，停止回答。复制。新建文本，粘贴，执行。报告错误。复制左下角的报错信息，粘贴到这里，回车，等待结果。它提示这个操作无法在当前上下文中执行，在执行删除操作之前，需要确保当前上下文是正确的。这里的上下文其实指的就是物体的交互模式。复制，新建，粘贴，执行。观察一下结果。有的时候模型会根据我们的要求随意发挥一下，比如这里我并没有要求它在负10到10的空间中随意摆放这些立方体。复制这段代码，粘贴，让我们再多一些限制，把所有立方体放在原点。复制，新建，粘贴，执行。所有立方体都被放在原点的位置，总数量为30个。接下来我要把这个功能添加到我们的饼图菜单。复制左边这段代码，粘贴，在派菜单中添加一个按钮，命名为空白，等待结果。看一下修改内容，添加空白按钮，创建了一个名为巴拉巴拉的操作符，它什么都不做，仅用于占位。复制，新建，粘贴，执行。在 3D 视图单击 Q， 这里多出了一个空白按钮，并且什么功能都没有，仅用于占位。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按钮调用创建30个不同颜色立方体的功能。复制，粘贴，将空白按钮更改为创建，并调用以下代码功能。复制这段代码，粘贴到下边，等待结果。
停止回答。复制。新建。粘贴。执行。删除所有对象，单击 Q， 创建。我们创建了30个不同颜色的立方体。好，咱们继续扩展其他功能。复制。粘贴。添加3个新按钮，分别命名为空白1、空白2和空白3。等待结果。复制。新建。粘贴。执行。单击 Q 观察结果，我们又得到了3个站位按钮。切换到编辑模式，我想要删除顶点、边和面这3个按钮。继续聊。删除顶点、边和面按钮。等待一下结果。复制一下。新建。粘贴。执行。单击 Q。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，这里添加了删除顶点、边和面的按钮。删除这个文本，回到上一个文本.006，复制一下。继续聊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换一种说法，更具体一些。删除派菜单中的顶点、边和面按钮。只保留创建空白1、空白2和空白3。
等待结果。这次问题不大。复制，新建，粘贴，执行，单击 Q， 完美，这正是我们想要的。继续扩展其他功能，新建文本，继续聊。将选中的对象随机摆放，在这儿我看到了它有一行定义派菜单，停止回答。我只是说将选中的对象随机摆放，并没有提到派菜单，肯定有问题。有的时候跟模型聊天，它会根据上下文来猜测你的想法，画蛇添足。要实现将选中的对象随机摆放的功能，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操作符，并在其中便利选中的对象，为每个对象设置随机的 location 位置属性。定义派菜单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我想要断开上下文联系，可以在这里输入 Blender Python， 将选中的对象随机摆放。等待结果。复制，选中所有对象，粘贴，执行，观察结果。立方体之间比较紧凑，这里有一句为每个对象设置随机的 location 位置，这里的-10到10限制的是 x、y 和 z 的范围，我希望间距更大一些。继续聊，调试上边代码，将 x、y、z 随机位置限制在-20到20，
这儿的范围变了。复制，新建，粘贴，执行。观察一下结果。单击 Q， 使用饼图中的空白3按钮调用这个功能。复制这段代码，粘贴，把空白3更改为位置，并调用以下功能。复制这段随机位置代码，粘贴，等待结果。复制，新建，粘贴，执行。单击 Q 测试一下结果。每次执行都会得到一个随机的位置。继续扩展功能。改变所有选中对象的颜色。等待结果。复制，粘贴。为了更方便观察，隐藏视图叠加层，着色方式设置为材质预览，增加环境光照强度。执行代码，每次执行都会为选中的对象改变一种颜色。插播一段广告，我的新课《光影魔法 Blender 灯光照明艺术》已经上线。发布日特价99，常规价格299，课程长期有效，我会定期添加新课时，每次更新价格都会增加10元，直到达到299。这意味着你越早加入，你节省的就越多，你仍然可以观看所有未来更新的课时。喜欢的同学可以到我的课堂关注一下。回到主题，执行代码改变颜色后，
我发现它们的纯度比较低，选择这个立方体。材质属性，基础色，它的饱和度只有 0.66， 色彩不够艳丽。让我们限制一下它的饱和度，饱和度控制在 0.8 到1。观察这行代码。复制，新建，粘贴，选中所有对象，执行代码。选择这个立方体，饱和度 0.99， 它的饱和度 0.812， 这正是我们想要的结果。接下来使用这个按钮调用这个随机颜色的功能，复制，粘贴，将空白1更改为颜色，并调用以下功能。复制右边这段代码，粘贴到下边，等待结果。复制，新建，粘贴，执行，单击 Q 选择颜色， A 全选，每次执行都会得到一个随机颜色，并且它们的饱和度被限制在 0.8 到1之间。通过观察，空间中的立方体大小一致，并且呆头呆脑地站在原地。我希望在它们的缩放上再添加一些控制，
继续扩展功能，改变所有选中对象的大小，比例控制在 0.1 到3之间。复制，粘贴，确保选中所有对象，执行代码，观察结果。这个立方体太小了，让我们把这个值增加一点，执行，观察结果。接下来使用这个按钮调用这个功能。但我又有一个新想法，我希望再为它们添加一点旋转角度。添加随机旋转功能 ，XYZ 控制在0到360。复制，新建，粘贴，执行。漂亮。当前代码控制旋转角度，上一段代码控制随机大小，让我们把它俩合并一下。复制，粘贴，将这段代码与下边这段合并。文本.015，复制，粘贴，等待结果。复制，新建，粘贴，执行。两个功能被完美的合并在一起。接下来使用空白2
调用这段代码，复制左边这段，粘贴，更改空白2为缩放旋转，并且调用以下代码功能：复制右边这段，粘贴到这里，等待结果。时间有点长，这会儿你就可以去喝杯咖啡休息一下了。复制，新建，粘贴，执行，测试一下结果。
删除所有对象，单击 Q， 弹出饼图菜单，创建了30个立方体，并且被放在了世界原点的位置。选择所有立方体，给它们一个随机的位置。给它们随机的大小和旋转。给它们随机的颜色，并且将饱和度限制在 0.8 到1之间。多复制一些。随机位置，太紧凑了。找一下线索，这里有一个位置，选择这个字段 ，Ctrl F， 点击这里的查找文本，基本上都出现在了注释里。继续找，找到了。在这里，为每个对象设置随机的 location， 将位置限制在-50到50之间。复制这个字段，替换它们两个。执行脚本，测试结果。没有变化，不应该呀。创建，位置，选择这个立方体，它们的位置依然被限制在-20到20之间。选择所有立方体，再次执行脚本，单击 Q， 随机位置。此时我们得到了想要的结果。选择这个立方体，它的位置在-50到50之间，其他的也是如此。那么为什么第一次执行代码后没有效果呢？倒带回到第一次执行脚本之前，当我们改变了这里的限制范围之后，第一次点击执行按钮，在左下角的信息编辑器记录了已经执行的操作以及错误、警告和信息。这里并没有显示执行脚本，而是进行了一次搜索操作。快进一下。当我们第二次点击执行按钮，这条信息提示了脚本已经被执行。再次测试，便得到了正确的结果。如果你想要重复使用这段代码，可以在文件保存为我的第一个 Blender Python 脚本.py 后缀，新建一个文本，文本
找到它，打开，就可以再次使用了。疯狂的迷恋我只是个传说。咱们的世界这样大，事情如此多，你我都说完全明白事实的真相，其实听到的也就是个传